下课时，黎黎因为生理期到了，肚子痛不舒服。狐狸猫、小树蛙、麦麦三位好朋友陪黎黎去健康中心找护理师阿姨。护理师阿姨帮黎黎热敷肚子，以减缓因为生理期带来的不舒服。好奇怪，为什么黎黎会有生理期，男生却没有啊？是啊，生理期代表什么意义？你们三个男生还真的是好奇宝宝啊！我记得前面学过，当人类进入青春期后，内分泌系统中的性腺会分泌男性素和女性素，促使生殖系统快速发育，产生第二性征。这跟黎黎有生理期，而男生没有生理期有关系吧？小树蛙说的对，我们先来看看男性的生殖系统吧。有睾丸，是分泌男性素与制造精子的工厂；输精管是运送精子的通道；尿道是精液及尿液之共同通道；阴茎是男性交配及排尿的器官。女性生殖系统中有卵巢，是分泌女性素和排卵的地方；输卵管可以运送卵子到子宫，子宫胚胎会在这里发育成胎儿；阴道主要是导入精液，排出月经和胎儿出生的通道。原来男生女生大不同啊！所以女生开始有月经，代表生殖系统的成熟，以及开始发挥生殖的功能。此时在休息的黎黎也加入讨论。这样说来，睾丸和卵巢会进行减数分裂，产生精子和卵子。精子和卵子分别携带父亲和母亲一半的染色体。受精后，受精卵中的染色体数目又会跟爸爸妈妈一样了。因为每个生殖器官的分工合作，才能够让进入青春期的我们身体的生长与发育更为完整。右图为人类女性的生殖系统剖面图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受精的位置在甲 ；B. 女性素由乙分泌 ；C. 胎儿在丙处发育成长 ；D. 丁进行减数分裂。正确答案是 C。此时，4位同学发现护理师阿姨怀孕了，大家开始好奇地发问与讨论。护理师阿姨，刚刚说到小宝宝会在妈妈的子宫中发育，我们发育需要养分氧气，那小宝宝发育时也需要养分氧气吗？怎么得到呢？人类新生命形成的过程包括受精作用、怀孕、分娩、分泌乳汁照顾婴儿这几个阶段。透过交配过程，精子会在输卵管前端与卵相遇受精，形成受精卵。受精卵开始进行多次细胞分裂，形成胚胎，移向子宫。进入子宫后，会附着在增厚的子宫内膜中，称为着床。胎儿借由胎盘与脐带，由母体获得氧气与养分，并排除废物。此时，胎儿会被羊膜内的羊水包围，能保持温暖及保护胎儿不受震动。从受精作用到胎儿出生，通常需要38至40个星期。在分娩的过程，子宫开始收缩而引起阵痛，并由阴道产出胎儿。接着，脐带和胎盘再依序脱落排出，完成分娩过程。哇，妈妈真是伟大！图为人类子宫的示意图，请问胎儿发育过程中所需的氧气与养分是借由哪些构造从母体获得 ？A. 甲乙 B. 丙丁 C. 只有乙 D. 乙丁
正确答案是 B。那妈妈什么时候分泌乳汁呢？分娩后婴儿要如何获得养分呢？婴儿诞生后会剪断脐带，并与妈妈脱离，就必须开始自行呼吸。此时，妈妈也会开始分泌乳汁，婴儿借着吸食妈妈的乳汁来获得营养哦。为什么我会有肚脐呢？肚脐就是脐带脱落所留下的痕迹，这也是胎生动物所独有的特征。小树蛙、狐狸猫、狸狸、麦麦异口同声，人类的生殖真是奥妙啊！又到了课程尾声，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。1. 人类进入青春期后，生殖系统会快速发育。2. 睾丸和卵巢会进行减数分裂，产生精子和卵子等生殖细胞。3. 人类新生命形成的过程包括受精作用、怀孕、分娩、分泌乳汁照顾婴儿。4. 妈妈分娩后会分泌乳汁喂哺婴儿，所以人类是哺乳动物，也是胎生动物。学到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。常听到的双胞胎是指妈妈一次怀胎，同时生下2个胎儿的情况。依据受精卵的数目，可分为同卵双胞胎以及异卵双胞胎2类。你有听过龙凤胎吗？请你想一想，龙凤胎是属于同卵双胞胎还是异卵双胞胎？为什么呢？欢迎你去观察、思考、寻找答案，并留言在下方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